煮年菜、备年货常被认为是女性的责任，但在这个有9位姐姐的大家庭里，为30多位亲人准备年饭的却是家中唯一的弟弟。好像好大只哦。我的父亲很早离世，就到我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从小就在女人堆长大，因为我堆上有9个姐姐，然后再加上我母亲就10个女人。在成长过程中，当然是姐姐逐个的嫁出去了，所以团圆饭肯定没一起吃。我只能等我姐姐、我的外甥子女们年初2回来这边吃饭。客家人跟广东人都有一个习俗，就是叫开年饭，就可能有鱼啊，然后有汤啊，这些炒个面啊，就买长寿面。糖水我会包，至少我姐他们回来不会肚子饿，不需要去外面吃，就马上可以有饭吃，谁先到谁先吃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真正觉得是，我家人全部聚在一起了，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全部回来啦。然后跟着就大家一直闹这几天下去。你講得啱，我是暑假食古早的。古早的我有了愛買。我自己厝本做啊，就個阿最料的。现年46岁的于善凯在家中排行最小，也是唯一的儿子。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离开后，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把10个孩子养大，攒钱买下这间老家。每农历新年到来，母亲都会做年饼帮补生计，而这也成为日后一家人维持关系的纽带。也会有邻居啊，或者是亲戚跟我们买的订购的，即便到现在他们还是会打电话来问我们还有没有卖呀，还是什么。可是我们现在年轻一代也不想接手，我们这一代人，我跟我姐姐们全部坐4望5的又有呢，一登录的登6了的也有啦。大家已经是不能长久站着或者是坐着，大家也做很少了，最主要就是做来每家人，你拿这几罐回家，拿几罐回家，大家有份做，大家有份吃，还是喜欢吃回就是自己做的，所以我们还会坚持做一些这些年饼。年轻的他们也会做的，只是说感觉比较玩票性的多一点，然后顺便他们就会什么了，拍下来放 IG 了，那个就是成了他们年度盛事。公胎婆胎，阿公阿婆，爸爸妈妈，保佑我哋合家平安啊！虽然家里依然喧闹，但善凯的心里很清楚，从某一年开始，过年的意义产生了变化。07年我妈妈离开，08年根本没有新过年，就团圆饭少了1个人。年初1再也没有拿到妈妈的红包。妈妈因为那一年她每一年都会，就是年初1，吃完早餐她会叫我们起床，然后就会拍红包给我们。可是那一年就没有，你真的是不想过年。我坦白说，我今天，就可以说是我妈离开之后，我对过年有一点无感的。虽然就是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会开年啊，拜祭祖先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我觉得我在延续我妈做的东西。可是我真的对过年的无感是姐姐他们每一年看到姐姐他们一年，就是姐姐姐夫他们一年比一年老，就是大家年纪有了。我有时会觉得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见面，但是我真的觉得新年只是多了一些仪式感。
有没有新年，我觉得我跟我姐他们还是那么靠近啊，我跟我外甥子女跟姐夫他们还是那么接近，那么靠近。对单凯来说，新年团聚只是个仪式，但每周日的轮流做饭，才能把家留在日常。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如果那些姐姐她们远嫁出去的，她们都会1个星期回来一次外家，大家都很有默契，就选在周末，然后姐夫啊，然后带着孩子啊，全部一起回来，都是妈妈煮饭的，然后姐姐会帮手下厨。如果我姐姐那个星期如果回不到来，我妈会很过心的，她会觉得哎呀，我这女儿怎么没有回来呢？然后有时如果我姐姐她们有各自活动，你懂啦，家了人她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啊，然后我妈会摇个电话告诉他们，你很忙是吗？你忘记家里还有一个妈妈在是吗？多久没打电话回来了？我妈是那种直接会告诉你你还有我这个老娘嘛你忘了打电话回来给我哈这个星期回来吃饭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传统留下来，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就是我们的连接，我们不想把它断，不想就是因为家里的老人都不在了，然后各自又成家了，然后就变成新年才见面，或者是中秋大日子才见面这个，不如我们每一家就每个星期轮流做饭，我们就是希望姐妹们还可以回来，然后给他们孩子们，就是下一代表兄弟姐妹还能在一起。其实吃不吃只是一个名目，一个借口，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凝聚力。每周的团聚是单凯与姐姐们不约而同的默契，而当时间继续往前，下一代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相聚，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从来不想太远的事情，真的不想太远的事情。就我相信，缘聚缘散。我总共有25个外甥儿子、外甥女儿，他们有的走得很近，有的又可能有点疏离。我一直觉得勉强不来的，能 keep 多久就 keep 多久咯，因为家人就是有今生没来世。或许就如单凯所参透的道理，有些关系本来就不是为了永远，而是为了在还能相聚的时候，好好坐下来吃一顿饭。这不仅仅是对团圆的确认，也是一家人对亲情的回应。